的衣服都差不多，你们没带的还是到店里买一套吧。我自己是带了全套装备的。我也带了，不过想换换款式。你们给我点意见啊！我跟庄都是新手，不会选。庄哥，庄，碰到熟人了。对，是我以前家教的学生。你也来滑雪？是来度假的。我们公司团建。啊，好巧！我陪我姐来买装备的。姑娘，衣服给你拿好了，这边来试一下。等你试好衣服再试鞋。哦，好。那我们也试试。这边请。这件还不错。庄。哦。你打算学单板还是双板？我推荐你单板，男生玩这个特别帅。可以试试。对，先试试，可以不用着急买板子和鞋，买一下面罩啊、衣服之类的就可以了。这个挺好看的，试一下。怎么这么巧？庄哥也来长白山？难不成是庄飞在 QQ 群里看见我说的话，通风报信？也不对，他说是单位团建，但是……阿金，哎，雪雪，我帮你擦好晒干了啊。谢谢。对了，阿姨，哎，明天中午我不在家吃饭啊，和2个高中同学出去玩。啊！哎呀呀，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你同学的哥哥就是之前跟你做过家教那个庄老师，带你和希望去留学的时候，他来家里找过你。庄哥啊，他来找我做什么？不知道啊。哎呀，那天雨下的老大，我说你们出国留学去了，啊，他就走了。哎，后来没再给你打电话。没，可能时差没接到吧。哦，对了，阿姨，我们是去游学的，不是去留学的，怎么老搞不清啊？哎呦，我哪胸清这些事情啊？我来。试好了。哦，姐，这样怎么样？怎么样，合适吗？啊，挺合适的。粉色这套吧，我要。啊，行，那我给你包起来。行，谢谢。那我们去那边试鞋。好，这边请。哇，你们双板的鞋子真是又重又硬啊！明天你是不是要不良于行了？你能不能不要在滑雪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错了。这种还算适中的，适合新手，不能太软或太轻，掌控不好板子的。服务员，帮我们拿下衣服，这2个男生的尺码。啊，等一下，这边有试鞋的，今天店里就我一个人，不好意思啊。你去吧，我自己试就好。啊，没事儿，我们等等。啊，谢谢。哎，感觉可以，就这双吧。我们还拿了一些别的东西，一起结账吧。好嘞，谢谢。姐，给我吧。那你拿这个吧。庄哥，我们先走了。好，回头见。慢走，欢迎下次光临。看你喜欢哪一个。他这里也不一样，是吧？晚上你要实在不想去滑雪的话，我也可以陪你去泡温泉的。
干嘛不去啊？东西都买好了。等一下我们去滑雪中心，把东西存了，板子做好，就回去吃饭，吃完饭就去滑雪。我怕你心不在焉的，搞不好会出事故的。而且说不定他们也会去滑雪。没事，放心吧。都多久了？我们照滑不误。确定啊？你刚刚走路都不看路了。我是在想，为什么没有看到我的一个摄影？哎，算了，已经不关我的事。哦，对了，江蕊，你昨天是不是说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我？你计划有变，我暂时不说了，先观察一下。你根本就没有是吧？你就编吧。我真的有。那你说啊？说了要观察一下吧。你刹得住的，你刹得住的，起不来了吗？我没事，你不要管我。再来一次。OK 啊。我不是，他是老公，给他写，我给他写。倒立1次，倒立2次，淘汰。我们上去。我们又滑倒，这不科学。我以前初级道还是能滑的。那都多早以前了，你还说不需要教练，还是乖乖请一个吧。我再回忆一下动作样子。说嘛，我不会，我教不了你。明天小胡不是要教我妈他们吗？我蹭一个。哎，可怜的小胡，要叫你去小班。来。你再练一会儿，我再去滑一圈，我们就回去吧。去吧，你去吧。姐，你小心点啊！壮，你掌握技巧这么快，明天上初级道肯定没问题。哎，我呢？评价一下我。你还要再练？挺晚的了，咱们回去吧。哎，商业街上好像有 KTV， 我们去唱歌怎么样？可以啊，好啊！不得不说，这次来长白山真是来对了。今天的配套设施真好，去年在北海道滑雪，除了滑雪什么也干不了，连吃饭的地方就只有2、3家。等一下，我们拍个照。我今天朋友圈还没发，你真是一天不发都不行。快点！来了。哎呀，不行，这手机拍不到后面的景，放不下都。哎，庄旭，那不是你家教学生的姐姐吗？要不让她帮我们拍一下合照？应该不太方便。你是不是跟人家也不太熟？我去说吧，都是女生，好说话。嗨，我是庄的同事，今天下午在店里我们见过的。我们想要合张照，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拍几张？哦，好。来，谢谢。来。不好意思，太冷了，我刚刚没拍好，再拍一张吧。再来一个。没事。姐，你收了，我来吧。
你的手机。谢谢。来看一下，选好了，我马上要发了。钟哥，麻烦你帮我跟我姐也拍几张照片吧。姐，我没带手机，你的手机拿来用，我让庄哥帮我们拍几张照。来。拍照呢，高兴点，相声大一点。钟哥，好了吗？夜华战果如何？照片没问题的话，我先走了。钟哥，等一下。却总差一步到达。你假装笑容无恙。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什么？前几天张阿姨告诉我，暑假的时候你去我家找过我，是有什么事吗？哎，庄老师，邓大宇你怎么过来了？张阿姨，打扰了，我来找江瑞，我给他打了2次电话没打通。江瑞和希光出国留学去了呀，他们没跟你说吗？已经过去了。那我不用告诉我姐了，对吗？还有必要吗？明白了。庄老师，再见。你刚刚和他说什么了？问了几句庄飞的事，没什么。天太晚了，我们赶紧回去吧。走吧。走。搞什么呀？这边 KTV 居然混满员。毕竟过年嘛，游客多，咱们在屋里喝也一样啊，还更自在。对啊，不然去了 KTV 还得受开了那个麦霸污染我们的耳朵。说话注意点儿，说不定哪天我不能进入民歌，去当歌星了。哦，到时候你想救你都难吗？哦，到时候我手上有你第一手黑料，我随便咳嗽一声，你就能麻溜滚回来请我吃饭。喂，你别瞎讲啊！我一生光明正大，哪里来的黑料啊？太没有黑料！哎，上回。
上次我的头毛全谁也不下来，就这个。说真的，Kevin，我觉得你出道还不如装出道靠谱。我们方向不一样。他是 idol，我是歌王。哎，不过庄旭，我们可以搞个组合，叫什么？华亚双子星。棒啊！你这个名字一取，我瞬间就颓了，再也不想出道了。华亚双子星，咱喝酒多无聊啊，咱玩点小游戏。行啊，打扑克还是德州？真心话大冒险。哎呦，我也要掌握你们的黑料。你这个都玩腻了，你虽然对他表白被拒绝过几次，这我们都知道了。这不是还有新人吗？原来是冲我来的，你怎么知道一定能撞到我？总有几率吗？我反正底细早被扒光了，已经无所畏惧。可以啊，玩这个，开始，来。那开始啊，规矩就不用多说了吧？我们这是温和版，不想说不想做，喝酒就行。OK，行。哦，第一个就是我啊！我选真心话，问吧。你谈过几次恋爱？2次。你这个问题真的很无聊。对呀。我来转。真心话。问狠一点的。你谈过几次恋爱？你们这个就不无聊了。对呀。没有。啊？哎，我不相信。为什么？新问题，下一次。快转。快转。这是什么规则？我问我自己吗？不，还是我问。我想想，为什么？难道也跟凯文一样表白失败？这难道不是2个问题？太精了吧！那我改。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可以选择喝酒是吗？没意思了。我看他喝的，喝成这样子，他们2个还要比拼，也不知道谁比拼。这么冷，从外面来。喝多了，里面太热了，有点晕。哎，那不是你学生和他姐姐吗？原来他们也住这个酒店。应该是别墅区。那边很漂亮的，可惜我们订的时候已经满了。这边也不错，更方便。其实我今天有点尴尬的。为什么？在雪场的时候啊，我以为你和你学生的姐姐不熟，跑上去问她能不能帮我们拍照。但是看你们后来的样子，我感觉你们应该有故事。我好像
都没跟他说过话。女人的直觉。而且我们住这家酒店，好像是你提议的吧？难道你早知道他们住这儿，早有预谋？最早是我弟弟安排的行程，我跟你们说过。后来他肠胃炎犯了没来。这样。那你为什么回来一直喝闷酒啊？虽然你很努力的跟大家说说笑笑，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情绪不高。所以真的有故事。其实如果真的喜欢，你就放开手去追嘛。一个人喝闷酒干什么？我要是你，我就直接把人约出来。哦不，刚刚他们路过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朝他们大喊一声。没什么故事。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好像有男朋友。喂，哥。肠胃炎好了吗？好了，我今天跟妈妈去姑姑家吃饭，已经完全没事了。就是太不巧了，害我错过了长白山。可以下次再来，在国内很方便。同事们是因为我选择来长白山，所以我不能不过来。我知道的。哎，哥，你跟同事在长白山好玩吗？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儿？能遇见什么好玩的事儿？就是好玩的事情，或者什么人。庄飞，你是不是知道江瑞要来长白山？哥，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在上海的时候，有次你喝醉了酒。以后别再做这种事儿。知道了。可是，你从小就跟我说，想要什么，要努力争取。争取？怎么争取？他已经有男朋友。啊？所以我要怎么争取？难道去抢吗？哦，终于活过来了，外面太冷了。怎么现在才回来呀？问江瑞啊，滑完了非得带我去商业街吃小吃，还吃了2家，还不是为了让某人开心。哎，这是干嘛的？我们明天不也是滑雪？小胡帮我们租的装备。都是双板，太好了！我不会，我不用教你们了。那小胡呢？谁要你了？就是。你们1、2、3、4 3个零基础，一个好一点点。小胡一个人哪里教得过来啊？我看还是赶紧跟小胡联系，让他去找个教练吧。这就用不着你操心了啊！别在这贫嘴了，赶紧上去洗个澡，去寒气。走吧走吧，我要冻死了，上去了。
你为什么叫庄旭给我们拍照啊？我也没多想，就觉得我们的手不能白动，是吧？也得让他动一下。当时我恨不得旁边有个大帅哥呢，叫庄老师给我们拍一下。你怎么连窗户都开了？其实我就是觉得，一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并不是什么错，但是不能一会儿表现的喜欢，一会儿又表现的不喜欢，这不是玩弄人心吗？所以以前表现出来的喜欢，只是一厢情愿的误会而已。是吧？连我都又误会了一次，不怪你的。哟。啊，口苦，那赶紧吃，吃完我还想去吃烤串呢。可恶，居然不回我。好像是这座。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Oh,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Or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you? If you ever wanna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befor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你怎么会在这里？看不出来吗？我从江南追到了长白山。那辛苦了。还好，有人主动报坐标，不用绞尽脑汁打听就能锁定。怪不得昨天你说谢谢我，原来是早有预谋。姐，这谁啊？你弟弟。对。姐，怎么会有人大半夜的跑到这里来找你？你不是说小胡明天要教我们4个教不动，让我找个新教练吗？这就是我找的教练，现在他来面试的。什么？你这么有效率？对，我是滑雪教练，
你们叫我林哥就行。林哥，怎么感觉被占了便宜？人这是小雪人是什么？这个是我的特色项目，用来增加客户好感度的。你需要吗？我可以马上给你捏一个。不用不用，谢谢谢谢。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来接你们去雪场，大概几点出发？等一下，不对，我只是骗江瑞玩而已，怎么把他弄成真的了？我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那个面试不合格。也不是。那时间是9点。好，那晚安，明天见。那真的是教练？我总觉得好像不对。哪里不对？教练长那么帅呢？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听着也没有东北口音啊，不像本地人。那也许是外地人到这里来谋职呢。哎，你这个小雪人怎么跟你昨天的照片这么像？对，不都是这种打扮吗？在雪峰顶上有个餐厅，蛮不错的。我们累了可以在那儿喝个咖啡，休息一下，看看风景。好主意。回来了。一入住就迫不及待的出去了，去干嘛了？找了个临时兼职。什么兼职啊？说来听听。教练，教人滑雪。这边时薪多少啊？洛叔，你提醒我了，我忘记谈薪水了。你真以为他去当教练啊？这么说，你连人家父母都见过了？没有，所以明天只是以滑雪教练的身份出现。我早知道你来长白山有目的，只是不想揭穿你，没想到这么没出息。女孩的照片可以给我看看了吧？算了，还是等我有出息吧。不给，雪场就这么点大，要是不小心遇见了，到时候我是什么反应，可就不好说了。根据我学生的水平，我的教学工作主要在中级道附近展开，跟你们高级道选手遇不上。好了，着什么急呢？早晚都能看得见。谁说不是呢？聂奇光，你快点！小胡和你请的教练都在楼下等我们了。哦，来了。来了。哇，好美呀！给我拿着吧。好，慢点。我昨天肯定脑子抽了，居然就这么让老妈和林雨森见面了。咱大家都吃过早饭了吧？吃了吃了。行，那咱们今天去滑雪，然后咱们3个大人不都没什么经验吗？咱就先去初级区那边先练一下。哎，你们还找的教练是吧？挺好挺好。早上好。这样我们1对2也更安全一点。我们找的？你姐找的，昨天晚上临时找的，我还以为她通过小胡找的。不是啊，没问我呀。
网上找的，那个微博上。啊，对，微博。其实我不是本地人，过来旅游，顺便接个活。对，我们赶紧走吧。行，那咱先上车吧，咱先去滑雪中心把东西存一下。谢谢啊。多少吧，阿姨？我来吧。谢谢。慢点去吗？西瓜，哪儿找了这么帅气的小伙子教练啊？就微博上啊。我知道。他发照片了吗？不然你怎么选的？他这样的教练是不是时薪都要贵一点？一定要问这么细节吗？发了侧面。他微博发我看看。教练，舅舅在等。我就是问问西瓜，咱新教练是不是今天都跟着我们？时薪怎么算的？之前在网上跟小聂说好，看教学质量再给钱，教不会就算了。哇，姐，你也太奸商了！我妈妈他们学不会怎么办？这也不能怪教练嘛。我是这么说了，是有点过分哈，但是我……哎呀，这奸商头脑跟我没关系，我没教过。不能这样，还是得按小时算，要不就跟小胡一样吧。对了，教练，怎么称呼你啊？阿姨，您叫我小林就行。小林，好。先把这个最基础的东西学一学吧。那个叔叔阿姨是第一次滑，入门就由我来教吧。好，小聂有基础，就让林教练来吧。没问题。小林，你不教我们呢？也可以换换。不行。这毕竟是网上找的，我怕他教学经验不足。没事吧？对，我们就让小胡教我们就行了。啊，行，那咱们就先开始吧。咱们的第一课就是先学习如何穿这个雪板。大家看到这个雪板上面有这么一个卡扣。你怎么回事？什么叫换换也行？渴望进步的话，走一下长辈关系不是很正常？我有个想法啊。你看要不要等一下，1个小时之后，你突然说有急事离开，然后从此消失在茫茫雪海？我是被白雪埋葬了吗？当然不是。本来也不是不行，反正教课也没工资。但是阿姨刚刚跟我说要给我算时薪，我舍不得走。小聂，我们也开始吧。你先滑一遍，我看看有没有问题。你靠近那一瞬间，风都变得有点甜。我假装在看旁边，其实心思全被你发现。咖啡冷了一点。你今天早上起来小腿是不是有点酸？你怎么知道？你的姿势要调整一下，你在用小腿发力，而且重心有点后倾。你说的对，
我好像是这样，我有点怕摔，所以重心反而不对了。这姿势摆的跟这部喜马拉雅山似的。哎，你们看来都不需要我了是吧？那我走了，我自己滑去了。你快走吧，拜拜。有了帅哥就忘了弟弟。我也很帅，真是。你小心点啊！走吧。咖啡冷了一点点，心跳却越来越明显。你说你喜欢夏天，我只记得你那微笑弧线，偷偷想你一整天，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每次说晚安之前，练习你的名字好多遍。我感觉我找到感觉了，有点像御剑飞行。那我们上初级道试试。要不还是再练2圈吧。我不想当鱼雷。虽然以前滑过初级道，但是我早就忘了。而且我记得每次下缆车的时候，我都要摔跤的。这边的初级道我没滑过，我先去试试坡度和雪况。你自己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好，注意安全。今天最后给你们当年保姆，明天就不管你们了。别，我们离不开你。张轩，你学生姐姐好像在前面，就是昨天帮我们拍照那个妹子。她长得很甜啊，怎么一个人？要不要喊她过来一起玩？你别想了，人家有男朋友，是吧，张旭？是。不是说不当鱼雷？我没有撞坏你吧？你撞我就算了，怎么还攻击我？你的质量和刚刚的速度，还不足以把我撞坏。奇怪的虚荣心。怎么样啊？这边的初级道陡吗？很平缓，你完全可以滑下来。那我们走吧。
人家有男朋友陪着，还是大帅哥。你这话说的，好像没有什么企图一样。不过，觉得不像啊。你看别的情侣，都手拉手，恨不得每分钟黏在一起。怎么不像了？我们都是啊。情侣难道一定要那么例外吗？我也不清楚。刚刚接住那瞬间多浪漫啊，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画面。可惜，目前我才是能接住你们的人。走了，我们也去初级道练习。走。我去中级道。重心前倾，正常向前滑行，别怕，我会在旁边看着你。你看，我就说我下来会摔吧。多练几次就不会了。总不能每次都这样抱着我下来吧？别怕，和魔毯没什么区别，只是御剑飞行时间长了点。我会在你旁边看着你。出发。Inside my mind, lost in how you shine. You left your light with mine. I can't get over the way that you leave me be. Don't leave it up to me, oh it ain't hard to see that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now. Baby, I don't wanna forget. You are breaking down my walls, and I'm about to risk it up for you and see that 你别拍，别拍！张润说我滑得像阳澄湖大闸蟹。你笑什么呀？很正常，毕竟都是江苏的。看到了吧？我们在中级道上滑了半天，你看到雨森了吗？没看到。哎呀，我们肯定被这臭小子给骗了。要不要再去别的地方找找？不找了，晚上找他算账。喂，姐。我今天可帅了，已经完全恢复了以前的水平。可惜没有人拍下我的英姿。来，林哥，你给我姐拍了吗？拍了，被他拿过去删了。哦，姐这么霸气的。多吃点肉，少管闲事。我今天累得够呛，明天我可不滑雪了啊。反正拍了照了，你明天还去吗？当然去了，你可别又拉着我去逛什么景点。谁问你？不去了，找点轻松的事情做做吧。那明天咱们去看看天池开不开？开的话咱们就过去，不然就去延吉逛逛。行，就这么安排啊。嘉瑞，明天你跟你姐呢滑你们的，我们玩我们的。正好呢，小胡跟我们，小林你跟他们，我们各玩各的，挺好，这样我们也放心。行。哎，对了，小林，你早上说你也是过来旅游的？对。哦，那你是哪里人啊？我是上海的。上海？那离我们很近啊，我们是南京和无锡的。那真是太巧了，我现在在苏州上班。西光也在苏州啊，这么巧？哦。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舅妈，
石块肉啊，这个比我们那边东北菜馆好吃多了。哦，你尝尝，你尝尝吧。我尝。好，哎，这果汁好喝。你啊，来点果汁，这有果粒的啊。你别老问三问四，你调查户口呢。哇！铁锅炖大鹅可以吃了，前半药。可以了哈。好。哎伟，那真不错，你去滑吧啊！别了，我都多大岁数了，真是。这跟岁数有什么关系啊？那个冰雕不错，拍张照片。这儿，咱们也留个纪念啊！快去，摆个造型啊！这儿行吗？来，可以，1、2、3，换一个姿势。老骆啊，你看那个人，谁在里面？臭小子，总算让我逮到了。哎，你慢点。大家多吃点啊，别的地方的豆角真没这口感。这还真是没这么糯啊！来，多吃。好吃。哎，林教练，真的是你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呀？你不是说你离开长白山，所以不能当我教练了吗？啊，难不成你是接了别的活？林雨森又不是真的教练，肯定不会接别的活。那这个阿姨难道是？林教练啊，你得跟我解释解释，是不是别人给的薪水比我高啊？妈，罗叔，这回我可帮不了你啊！你妈今天在中街道找了你半天。小莲，这是叔叔阿姨，这是我妈和洛叔，他在跟大家开玩笑。哦，没事。原来如此啊！妈，洛叔，这是我同事西光和他妈妈、舅舅一家，这是导游小胡，你好。啊，你们好。同事，姐你骗我哈！你就把我这么活生生的卖了？我和家人正好也来长白山度假，巧遇西光，一时起了些开玩笑的心思，还请叔叔阿姨见谅。没事。哎，你们年轻人话头多啊！雨森，那你们慢慢吃，我们就不打扰了啊。盛小姐，你是江云。你是自己说，还是我们问？说什么啊？就是我上司，然后正好来长白山玩嘛，就开了个玩笑。刚刚吃饭的时候都说了呀。哦，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上司啊？你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西光，舅妈问你啊，他是不是在追你？好啊，我都……你怎么这样啊？你之前还跟我们说谈恋爱要多留几个心眼，多接触一阵子呢，这会又变。
我这不是看他条件难得吗？这小林啊，个人条件看着是不错，人也和气，就是这个家庭背景啊太复杂了。怎么复杂了？不就是盛宪民的外孙吗？不是这么简单。希光，你对他家的事儿了解多少？我只知道他爸爸很早过世了，妈妈常年居住在国外，其他的我不清楚。你见过小林的爸爸吧？见过，很多年前在上海的一个商界酒会上，那会儿我跟希光爸爸还在创业，找了关系才混进去的，被人介绍着认识了盛小姐和林总，可惜后来交往不多，没过几年就听说林总出事了。这我怎么没听你们说过？小林的爸爸怎么出事的？这就得从头说起了。本来呢，这别人家的事儿也不好多说。不过希光若是以后真和人家谈了恋爱，这还是要知道一些。今天呢，你们也都见到盛小姐了，她的名字很特别，叫盛维爱。看名字啊，就知道她当年呢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掌上明珠。我第一次见江云夫妇是在一次酒会上，我跟你爸爸一块儿去的。那时候啊，他们还是个小公司，但是在人群中他们最显眼。聂成远，是叫这个名字吧？是。聂成远这个人长得很出色，但是呢，热情过度，夸夸其谈，我对他印象一般。倒是江云别有一种沉静妥当、不卑不亢的气质。让人一见啊就心生好感。不过后来，聂成远跟你大舅舅交好，跟我们自然就没有什么交集了。没想到，这么多年后，竟然还有这样的缘分。这个女孩我一看就喜欢，眼神清澈又灵气，你要好好把握。只是聂成远跟你大舅舅那边交情深厚，不知道会不会有阻力。江阿姨和聂叔叔离婚了，倒不必担心这个。共苦容易，同甘却难，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有件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今天我跟你洛叔去中极道滑雪，想跟你来个偶遇的，没想到没见到你，倒是遇到了你大舅妈那边的亲戚，恐怕用不了多久。你外公就会知道我回国了，到时可能会问起你，我提醒你一下。好。年前你怎么跟你外公说的呀？每年过年前，外公都不问的，过年后会问一声，是不是一切都好？我说都好，他就不再问了。年后又要办寿宴了吧？是的。今年好像要大办一场。你会不会觉得我狠心？这么多年都不去看自己的父亲？当然不会，我小时候就说过。谢谢你，儿子，从小就被迫这么懂事。你终于也要谈恋爱了，顺利的话，马上就会有自己的小家庭。妈妈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我不谈恋爱也身心健康，你不用悬着心。那可不一样，你感受不到吗？如果有一个喜欢的人、爱的人陪伴在身边，整个世界都是充满期待、焕然一新的。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我跟你爸爸年轻时候的故事，想听吗？当然。那时候，其实是我主动追的你爸爸。我知道。你怎么会知道？
好像很小很小的时候，爸爸悄悄跟我说过，我有点印象。他悄悄跟你说过呀？那他肯定没有跟你说过。其实，一开始他是拒绝我的，还拒绝了很多次，我都快要放弃了。可有一天下大雨，我摔了一跤，那天的雨下得好大，我都看不到几米以外的人，他跟我隔着得有20-30米远，就这么冲了过来，我就彻底放不下了。我问他：“你明明喜欢我，为什么要拒绝我呢？”他给了我一个很老土的理由，觉得配不上我。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了，那时候我可有自信了，觉得只要相爱，一切都不是什么问题。后来的一切也的确很顺利，我们恋爱、结婚，生了你。你爸爸为了证明自己，废寝忘食，拼命的工作。可是因为太出色了，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惮。最后他们联手做局，让他出了纰漏。你外公明知他是无辜的，却依旧把他外放到了那么远的地方。我永远记得，临走之前，你爸爸跟我说，不要生你外公的气，说你外公有苦衷。而你外公也跟我说，只是权宜之计，堵一下别人的嘴，1年之后就让他回来。可这一去就是3年，最后有什么权宜之计和苦衷抵得上你爸爸的命呢？无非是因为你爸爸聪明能干又无私，趁着你舅舅们的贪婪无能罢了。我怪他们，但是我更怪我自己。是我执着非要跟他在一起，是我让他来的深渊。他本来可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他的身体一直那么健康，体检一项异常都没有，一定会长寿的。我改变了他的命运，却没有保护好他，让他年纪轻轻就客死异乡，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可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有惩罚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还当他们的好女儿、好姐姐，装作和和美美，享受天伦之乐。而你的爷爷奶奶却在花甲之年痛失至亲，白发人送黑发人。妈，你不该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起码爷爷奶奶从来没有怪过你。我知道。所以那会儿，我想逃避一切，想要带你走，最后还是把你留给了你爷爷奶奶。我也对不起你，我不是一个坚强的母亲。没有，你会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打得我都烦了。
每年寒假、暑假来瑞士，是不是也嫌烦呀？不，那是我小时候好好学习的动力。